各位舒肤机械小教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摩羯座皮肤科宋凤宇宋医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一位算是老朋友哈。那他之前因为青春痘的痘疤问题，本来想要寻求我们的磨皮协助，可是我们经过检查又发现说他皮下其实是还有一些发炎物质在，然后皮肤也呈现比较敏感的现象。然后在经验中，我们知道，如果你这样去做磨皮，不管你做物理性的，就雷射磨皮，或者说化学性的，像是一些果酸或者一些 A 酸的剥脱哈，它其实它最后产生的效果都不好。因此，我们就说服他说，你开始做舒肤机械。那做完以后，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他情况也有改善。那主要就我来看，他改善是敏感的部分哈。那今天我们请他现身说法，告诉各位说，其实你不管怎么样皮肤，即使已经到痘痘、到敏感、到凹疤，我们都有办法帮你好好的让上帝之手帮你痊愈。那我们请那个郑小姐，你当时来的之前的故事，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吗？就是我在学生时期有一阵子长了非常多的青春痘，然后就是我后来就去看皮肤科，然后有试过吃药、擦药等等，然后都没有改善，然后后来有尝试去美容院清粉刺等等，然后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后来是在那个书店看到院长机械读了这本书，然后我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我隔天就约了出诊来诊所这边，就是听听看院长怎么讲这样。所以当时你有吃药，对不对？有。那吃药有效果吗？吃药没有效果，对我自己来讲没有效果。然后而且因为我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的体力，所以它会影响到我工作的专注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持续用吃药的方式。好，所以你当时没有吃药，可是你有认真的持续擦药。有。印象中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药物吗？我有擦过杜鹃花酸，然后后来也有杏仁酸刷酸的治疗。你觉得有帮助，还是说有刺激，还是什么的？我觉得有变得越来越刺激，就是每一次都会留下更多的红红的，然后还有疤痕也久久没有消散这样子。郑小姐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做监测，这是她当时的第一张图哦，各位可以看一下。她当时主要是脸颊的青春痘红痘哈，还有一些，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她的脸其实是有点红红的，不只是青春痘。然后在红红的这一段给各位看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这是我们武士灯的图，它的图其实很有趣哈，就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的荧幕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点，表示它的毛孔其实很旺畅的。那对我们来说，这其实是上帝祝福的脸哈，就是如果你的皮肤出油能力够强的话，其实你到了50岁、60岁、70岁，你会像我这样很帅，因为男生嘛，你知道出油力很强，它其实不太容易老化。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脸上有非常多的白屑屑，表示他的皮肤的压制很厉害，因此。我们当时在做那个武士灯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他皮肤的表皮层、角质层那边其实是有很重的压制。那各位刚刚有听到说他有做了一些酸性的换皮，那理论上他的压制就是角质应该被去掉，可是事实上拍出来的图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他当时来的那个，各位可以看到他的图哈，就是你可以发现他表皮是没有纹路的，然后整个图像。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懂，可是整个图像看起来有点臀厚厚的角质很堆积的样子。但是好处是它的毛都还在哈，就是细毛还在。然后你看它的真皮层，它的细毛其实都还在，那就表示这个案子它基本上没有用太多的控油抗痘，然后亲本质的东西进去它的毛孔。也就是说，它当时的受伤其实是因为它的表皮反复刷酸造成的发炎现象为主，然后下面的痘子的那个抑制为辅这样子。我一开始来就是用橄榄油促排的时候，我每一波都非常的大，就是我会一开始就是排很多痘痘，然后后来变流组织液，然后红肿、热痛到辣都这些感受都有，然后就是中间会有那个很害怕、很恐惧或肉体很疼痛的时候都有，但是就是因为院长还有个案管理师的，他们都很清楚，就是现在在发生什么事，然后就会鼓励跟引导我，然后就可以比较有勇气，就是度过那个排除的不舒适感。然后我自己的感受是，就是我每一次排除完，的修复时间复原成看起来像正常的时间慢慢变短。就是我第一次的时候，大概脸黑黑的有7个月左右，然后我第二次在排除的时候就4个月就变回正常人的肤色，然后最后一次就今年的前几个月的时候，我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候就看起来变回正常人的肤色，所以就是我自己觉得是复原速度越来越快，跟就是它排除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长痘痘的时候那种很大颗会反复在脸上，可能一个礼拜、3个礼拜然后都不会消失，就是
现在的代谢就算是2天就会消失，就是也没有留下疤，就是对排泄的角度来感觉是不同的体验。机械毒的过程中其实很有趣哈，皮肤在自然代谢过程中一定会给你一些东西，然后你可以发现说之前的红其实是非常隐藏性的敏感。你看这是它最原始的样子，好，给各位看一下，这是它最原始的样子。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后，它这个整个红的区域其实变大哈。那你可以看到额头，我们常常在讲 T 字部位，其实额头的代谢是很快。然后经过这一波完了以后，它回到比较好的状态哈。其实这一波你可以看到它的情况红还是在，可是它的红已经淡多，然后额头这边也出现了红。那最后是它现在的样子。如果你比起原来的它这边的痘子，你会发现完全消失了。我们并没有做任何控油抗痘的行为，我们只是让它本来应该发作的痘子出来，然后同时它的红也会跟着消失哈，因为你去压制它是不对。然后你从武士灯来看，整个故事就更清楚。你会发现它本来整个脸上都是血哈，然后在刚刚我们看到还记得吗？刚刚那张图很红那张图的时候，其实它的血只是更多而已，然后这里有一些紫色的，类似那个类固醇的那个间断的代谢的状态哈。然后可是它的血其实差不多。然后到它最后在愈合过程中，反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的血最多，就是它不断的在 turnover 哈，在代谢它的那个角质跟其他的东西。然后完了以后，它现在最好的状态下，你会发现它的血其实减少了，那颗粒也出来了。这个还没有到极完美，可是已经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皮肤了。然后如果你看50倍的话哈，50倍就可以看到比较有趣的情况是，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屯的，后来开始有一些颗粒跑出来哦，一些。我没有选它最恐怖的位置，因为我怕吓到各位。可是它有很多这种颗粒，一颗一颗的从毛孔里面吐出来，然后之后在整个代谢过程中，你会发现它的皮肤的纹路变得消失更多，然后最后它的皮肤纹路就变得很好哦。那你看到如果跟1的这张比，你会发现它事实上它就是变得它的皮肤从屯的变得纹路变得很清晰这样哦。这个表示它的皮肤已经恢复自然代谢能力。那从真皮图来看也是哦。真皮图其实你可以看到真皮图很多颗粒哈，你看这是一开始看不见什么特殊的状态，后来就有一些颗粒的状态。然后这个是刚刚如果大家还记得，这是他刚刚那个最严重的那张图。然后到了它比较好的时候，它的颗粒其实还在，可是就少很多哈，就是比起来，然后也变得比较缩小。然后最后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最后这张图真皮图其实是比较高手还看得出来哈，但是你会发现这2张真皮图比起来，你仍旧可以看到它有一些颗粒，就1号跟4号。你还是可以看到它有些颗粒的状态是减少，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如果你真的去注意到它的最原始图，就这2张哈，你可以看到它从第一张到第4张，它的皮肤在整个愈合过程中，你其实不需要去做抗敏，也不需要去做青春痘的处理，你只要让它皮肤好好的恢复自然的代谢，其实就够了。走过机械毒的幽谷也是一样哦，就是我想请郑小姐跟后来的人讲一下，就是说你当时机械毒的过程中，你到底学习到什么？你可以希望后来的人不要犯什么样的错误？我学到就是我从一开始把皮肤就当成是我的脸啊，我希望它不要长痘痘等等等。然后它发了症状之后，我就会想要去掩盖它或抑制它，让它消退。但是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器官的角度来思考。但是在这边院长就会跟我分享皮肤它真正要有的健康结构是什么，然后它的呼吸代谢的功能是需要一些健康的条件才能持续下去的。然后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就是它排什么、长什么等等，你都可以去辅助它，然后理解它，而不是压抑它，这样它才能往健康的方向前进。然后我觉得这个思考的方式也内化成就是我生活一部分，就是在身体的其他部位，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理解。对，这是很宝贵的一段路。对，就是我用50秒跟各位讲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的经验呐。我是一个西医的医师哈，我没有学自然医学，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自然医学。但是从肌肤监测的微观的观察中，我发现很多东西它就是春天会生长，然后秋天会收割，然后冬天会休息，这样就是我们在皮肤上也看到同样的规律。所以其实你让自然走自然的路，不要去压制它，对你来说你就不会再长青春痘，也不会再有敏感的状态。这个是我们在机械毒学到的，但是其实也确实连我自己的人生也因此慢慢受到改变。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小姐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东西哦。那如果各位也受青春痘困扰，然后也
刷酸啊，吃药哈受不了，我建议你先放下，然后深呼吸哈，想想看你到底想要给你的笔是什么。好，谢谢郑小姐，谢谢各位。谢谢。